加速。是，快。干什么？我就是想抽根烟。陈总司令，您放心，10分钟过后，您就是不枪毙我，我这个站长也得被撤了。新生活运动是参加不了的。明白就好。还有4分钟，你就往死里抽吧。 陈副总司令，有国防部最新的军令吗？我没有国防部最新军令，但请陈副总司令现在去门卫室接听电话。没有就不要再改口。王步臣，这就是你要的那10分钟。你现在已经不再是北平站的站长了，要何走一边可去。听我的命令。这是1号专线电话。 陈副总司令，请你立刻到门卫室去接1号专线电话。是，建峰同志，陈副总司令就在这儿。是。建峰兄吗？陈总司令不要这么客气，称我的名或者称我同志就是了。校长好吗？陈总司令指的校长是谁？现在是宪政时期。 请大家都遵守宪法。你是问总统吗？总统好吗？总统很好，已经在吃晚饭。是不是平津方面有紧急军情？陈总司令，要我请总统接你的电话吗？哦，不要。建峰同志，千万不要打扰总统。那有什么事？能不能先跟我沟通一下？ 建峰同志，你在南京，我在北平，这里的情况我更清楚一些。国防部调查组那个稽查大队有共党的内奸，利用你反贪腐的决策，配合共产党煽动学潮，把北平全搞乱了。调查组稽查大队是我建立的，人员是我组织的。你说谁是共产党的内奸？方孟敖。 这个人是共党秘密发展的党员，证据，告诉我他是共产党秘密党员的证据。现在只能说是迹象，种种迹象已经显示。具体证据，党通局跟保密局
会有详细的后续调查报告。那就是还没有证据，也就是说，种种迹象都是你的猜测。建峰同志，我是受总统的重托守着北平，我必须向总统负责，同时也向你负责。抓我的人不跟我打招呼，没有证据，就说是共产党，你没有义务向我负责，希望你向党国负责。建峰同志，我今天的行动是奉有国防部的军令，这道军令是向总统汇报过的。总统有明确批示吗？你帮着另外一些人私自给总统打那么多电话，希望总统同意抓我的人，是吗？陈总司令，我希望听到你的明确答复。建峰同志，我也希望听到总统的明确指示。好，那就请你记录，在心里记录。是。陈继承是我的学生，对我还是忠诚的，也是糊涂，可以改正，叫他替我看好北平，严防共党煽动我军命运，尤其要严防共产党的策反行动，配合傅作义跟共军作战，不要去巴结别人，趟金融经济的这趟浑水淹进去，那就谁也救不了他。陈总司令，是。听明白了吗？学生明白。陈总司令，校长对你还是信任的，听我一句劝，国防部那道军令暂时不要执行，将调查民调会物资和北平分行账目的责任交还给国防部调查组，我这也是为了你好。明白了，建峰同志。任务取消，你们都撤吧。方站长辛苦了。执行任务应该的。还有任务需要你配合，我们一起进去。放上车，快！民调会的案子性质变了。查案的和被查的互相串通，湮灭证据，掩盖真相，还到总统那儿诬告国防部调查组。从现在起，马汉山和民调会几个重要案犯要隔离审讯。我赞成。根据你们国防部的军令，我今天到这儿来，就是要将马汉山一干重犯押解到北平警察局隔离审讯。局长，我还没说完。南京方面有最新的指示，国防部那道军令暂不执行。马汉山和一干重要案犯要押至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关押。方大队长，想听听你的意见。马副主任，你今天很配合，你想跟谁走，你自己说。方大队长，你还记得那天晚上你我在后海吗？当然记得。当时咱们俩在水里，你问我看没看见那个人，还记得吧？我现在回答你，我看见他了，他还跟我说了话。他说什么了？他说有些人为了保财，有些人为了升官，
安了一个共产党的罪名杀了他，下一个该轮到我了。你接着说。姓徐的，那天夜里你在警察局说崔中实是共产党，绝不能留了。杀了他之后，你又当着他的尸体面说他不是共产党。你现在能不能当着方大队长说崔中实到底是不是共产党？不是，你为什么要杀他？是谁在背后逼着你杀他呀？方大，屋里请啊。行长，屋里坐吧。就不进屋了，就在这里坐坐吧。哎呦，这样。崔太太，行长怕热，我们就在院子里坐坐吧。不是，这院子里这棵树吧，它老有虫子，把清丧了呀。哎呀，钟实真是好福气啊！平时只听他说，夫人细心体贴，好好学学。别动，行里还有事儿，你先回去吧。再叫司机来接我。崔副主任为行里挣来不少美元，行长心里高兴，这就想着一定要来看看你们，没别的事儿。我先告辞了。我帮忙开门去。那我先回去了。那小香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你快过去陪行长，我来关门。啊，狗日的！你有本事把老子这只胳膊带拧断呐！走开，让徐局长来问他。徐局长，有什么话你来问他吧。崔中实放弃了组织安排的营救，选择了并不慷慨的赴死，这时起到了作用。错综复杂的党国内部各派，竟然无一人敢承认他是共产党，还不得不承担杀他带来的后果。主任，您代表的是中央党部，你们先让那位党国的败类给我站起来！队长，马汉山，你架子摆完了吗？摆够了，就回方大队长的问话。回什么话？崔中实是怎么死的？是不是牵扯到谁都可以说。方大队长，如果牵扯到你的父亲，是不是也可以讲？说吧。夫人，行长，来，上好的龙井。谢谢。
慢慢吃，不着急啊。什么规矩？糖不好这么吃的。爸爸在美国，还会给你们寄。今天咱们不听妈妈的，尽管吃。让孩子们吃吧，不要服了行长的意。你数数，爷爷给你的是几块？ 4块。真聪明。妹妹是4块。你觉得爷爷应该给你几块啊？3块。为什么是3块啊？因为爸爸从小跟我说孔融让梨。崔太太，你也吃1块吧。哎呦，这是小孩子吃的，我们不好意思的。崔副主任说了，他买的东西你也要吃的。我陪你吃1个。好的呀。问问妈妈好不好吃？蛮好，蛮好。钟石的家教比我严呐。曾督察，我也是南京指派的调查组成员，我建议立刻将这个贪污犯押出这个房间去。马汉山当然应该关押。主任，为了党国的形象，您犯不着再为他们遮遮掩掩了。胡说什么？是。崔中石是在方行长离开后，被马汉山带来的北平站的人拉去西山枪毙的。你说呀，你接着说。当时你把老子拉到一边，你说什么了？我传达了徐局长的命令。是什么命令啊？崔中石的情况太复杂，应该将人送到国防部调查组去。姓徐的呀，听见没有？你的部下可是越过底线了。好，我请问，当时打电话让我带着北平站的人来，只是把崔中石押送到国防部调查组吗？笑话！那你们警察局那么多警察干什么去啊？是不是不想说实话呀？啊？好，这是逼着老子也是要踩过底线了。那我就把你在背后如何盘算国防部调查组和北平分行的事儿，我都给你抖出来。丢人误国，马汉山、孙朝忠，立刻交北平站羁押。方大队长负责的稽查大队独立审案，彻查贪腐。再有部门敢干扰办案，直接报剑锋同志处置。方大队长，你有什么意见吗？羁押到北平站的人，我能不能够随时审问？北平站也归国防部保密局管，你当然可以随时审问。徐局长，你还有什么意见吗？可我希望你现在最好不要有什么别的意见。
这2个人就交给你，除了国防部调查组，任何人都不得提审。没问题。执行组在。保护马副主任孙秘书去西山。是。孙秘书。老站长啊，替党国干事哪有不出差错的？事情说清楚就好了。我们走吧。伯辰，你还年轻啊，最好别去接这个把了。万一老大要死在你那儿，你可担不起这个责任，你懂吗？给脸不要脸！我和方大队长还有重要的事情要谈，你也准备留下来一起参加吗？方大队长，红酒兑可乐，我记住了。死也是杯酒，活也是一杯酒，我也记住了。相见恨晚呐！里面请。抽烟？不了。违反新生活运动了？没那么严重，只是我一直不会吸烟。我们共事1个多月了，上面只是想听听你对组织的看法。组织？什么组织？我们国防部调查组，还有建峰同志领导的国防部预备干部局。我没什么看法，你们对我有什么看法可以直说。也好，那我就先转达建峰同志对你的评价。方梦敖同志，人才难得，很健康，有尊严。不了解他的人，接受不了他的自我表现。只有了解他的人，才能欣赏他超越于功利之上的精神。也就是闻一多先生在评论唐诗时所说的宇宙精神。我们以往所犯的错误，就是不能接受这样的人才，这样的精神。你代我将一首诗送给他，这首诗是他最喜欢的，我也喜欢。太阳啊，刺得我心痛的太阳，又逼走了游子的一出还乡梦，又加他12个时辰的九曲回肠。太阳啊，火一样烧着的太阳，烘得干小草尖头的露水，和烘得干游子的冷泪盈眶。太阳啊，角楼新生的太阳，不是刚从东方来的吗？我的家乡此刻是否依然无恙？太阳啊，我家乡的太阳，北京城里的官柳裹上一身秋了吧？哎，我也憔悴的同深秋一样。
为什么要读这首诗给我听？剑锋同志想知道，你听完他送你的这首诗之后的感受。我没什么感受，我只知道写这首诗的人已经死了。是，这也是剑锋同志让我跟你交流的下一个话题。一个晚上，聊完一个死去的人，再聊另外一个死去的人。剑锋同志说，我们几千年来犯着的同样一个致命错误，就是往往不喜欢自己优秀的儿子。你说这个我们指的是谁？很多人，比如暗杀闻一多先生的那些人，比如刚才想抓你的那些人，都是。那些人又是谁的人？谁的人都不是，他们自诩是党国的人，其实是误党误国之人。那跟几千有什么关系？惯性，几千年造成的强大惯性。这也正是剑锋同志希望我跟你谈话的重要内容。太深了，我听不懂。剑锋同志说你能听懂。几千年封建专制的历史，就是一部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历史。谁来维护？只能重用小人，重用小人的结果必将是排斥优秀的人才。楚国放逐屈原，司马氏集团杀了嵇康，这就是典型的两个例证，其结果不是速亡，就是酿成万马齐喑的哀韵。相反，也有两个典型的例证：唐肃宗不杀李白，宋神宗不杀苏东坡。这是他们吸取了前朝的教训，明白了一个道理：杀高人不祥。一个善念，保护了李白，保护了苏轼，给我们这个民族留下了不可取代的文化。这两个朝代无形中延续了许多年，不能说与此无关。我好像听明白点了。你说了这么多，你的意思是，杀害闻一多先生跟谁都无关？不是有关无关的问题。剑锋同志也正因为文先生之死十分痛心，才跟我们讲起了刚才那段历史。比方今天，你能从陈继承的枪口下脱身，这也证明了剑锋同志的态度。曾祖傻打这比方我不明白。有什么不明白？就是照你的意思是，屈原、嵇康、李白、苏东坡，还有闻一多先生，那都是高人。我是个军人。你是一个能保护高人的军人。剑锋同志为什么要送你闻一多先生的这首《太阳引》？因为他知道你崇拜闻一多先生，你就像文先生一样，爱我们这个民族，热爱我们这个民族的优秀文化，热爱我们这个民族的所有同胞。太大了吧？我还得过来吗？责任，这就是责任。我们为什么要来北平？因为在北平还有像闻一多先生一样的朱自清先生、陈寅恪大使，连他们家里都断了粮，更何况北平上百万的民众。你和我们有责任保护他们。让我干什么？直说。明天开始，稽查大队进驻北平分行，清查北平分行的账目。国民党的内部矛盾，因美国突然暂停了经济援助，现已全面激化。铁血救国会连陈继承都开始打压了。
推在前面冲锋陷阵的就是方孟敖同志。我以经济战线的情报分析，一旦美国恢复援助，国民党会立刻推行币制改革。平津地区的重点是北平分行，为了让北平分行全力配合，蒋经国会不惜一切代价，排除一切障碍，重用方孟敖，来对付方不听。现在来看，我想组织上是否考虑，该不该和方孟敖同志结上组织关系？谢老所担心的，是不是有以下2个意思：一，蒋经国的铁血救国会已经做了全面的布控，我们有任何接头行动都会被他们发现；二，继续利用梁金伦，让何孝玉同志去接头，可又担心何孝玉同志在感情和经验方面都无法应对梁金伦，更无法应对如此错综复杂的斗争。小王，华北城公部的电文到了没有？立刻向华北城公部发电，6个字：3号，时间有限。是。谢老，今晚约您来，主要是因为上级有重要的指示，所以务必请您和我还有老刘同志一起等待。是关于币制改革的指示，还是关于方孟敖同志的指示？可能都有。方孟敖同志原本应该在关键的时候率部起义，可是现在事态的发展出乎我们的意料，完全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。方孟敖同志和我们都没有这个思想准备。部长，没有签署，是北平2号发来的。中央那边还没消息吗？啊。国民党的飞机2架，请首长和同志们先进防空洞吧。下飞，不用理他，各单位继续工作。部长，请首长防空，注意安全。听你的，听我的，加强警卫。是。马上翻译。是。部长。耿鬼为龙神动乱，刘向原来不读书，刘向原来不读书。刘向原来不读书。主席，叶科长，你马上到县中学，找到校长，无论如何要给我借到这本书，就说我要看。是。
给北平2号发电。是。等等。照原文放吧。是。坑灰未冷山东乱，刘向原来不读书。既找玉台新咏卷1一读，悟。这不是正式电文，是华北城工部转发的紧急通知。中央的正式电文密码会改，我们要尽快找到《玉台新咏卷1》这本书。这是一本什么书啊？我们的同志家里有没有？这是一本古诗词，我们的同志家里应该没有。哦，那只能到理论上去找了。我去吧。老刘同志，现在全城戒严。谢老，您不能在这里久留，等我们接到正式的指示，我们会再跟您联系的。天亮以后，可不可以打方家那个电话？这段时间我都可以接电话。方伯庭今晚去了崔中石同志家，天亮之后还要去何其仓家。一呢是避开方毛，二来去向何老了解一下美国方面对币制改革的意向。谢老的这个情报也很重要，我会一并向华北城工部回电的。老刘同志，你把谢老送到大门口，告诉护送的同志务必保证安全。谢老，我送你。孙秘书，今晚只好先将就一下，缺什么明天给你送来。他们都在洗澡，我能不能也洗个澡？这恐怕不能。老站长请。啊，这是我原来那间房吗？是啊，老站长，您就在这里休息。啊，那张小叶紫檀的床和那张黄花梨的桌子呢？卖了啊？没有，都在仓库里边锁着呢。老站长要是觉得这张小床睡着不舒服，就让他们把那张大床抬来，洗擦一下，搬进来。不了。没事。哎呀，军统在全国各站像你这样拮据的人，几乎是太少了。哎，你们都进来。哎呀，不是呐，刚才说那张床不是拿来睡的。哎，你问问他们几个，自从我把那张床搬到这儿来，我也没睡过。哎，我睡过吗？不是的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没睡吗？啊，张伯驹看过，300多年了。李自成打开封的时候，就从这张床上抓的福王。真正皇家的东西啊，是不吉利，但值钱呢。哎，我是特意给你留下的，你看给你把它锁到仓库里去了。说实话，
当时你要把它卖了，我看看啊，10万大洋。哼，你也不知道你给谁留着呢。你看看我今天，这样我明天呢给你联系个买主。现在如果出手的话，2万大洋吧。谢谢。这个事情咱明天再说。你也不知道你给谁留着呢。你看看我今天，这样我明天呢给你联系个买主。现在如果出手的话，2万大洋吧。谢谢。这个事情咱明天再说。老站长今天累了，你们几个伺候老站长睡下。睡不着了。真的，这个时候你还能把这间房子让给我？你说我又不看书，你让他们3个把那张桌子抬来啊！哎呀，让他们在门外守着，还不如进来陪我打麻将呢。好。老站长今天没带钱，去总务处先支500美金。就从行动经费上面走账，过后我来签字。去把桌子搬来吧。是。老站长，这儿以前是您的家，现在还是您的家。你怎么了？啊？你怎么了？啊？没事儿，我身体不好，先去睡了。有什么事情？您随时可以叫我。哎，不是，明天你抽点时间，你到我住的地方去，我那有很多好的东西，你看上眼的，你通通把它拉走，要不也给小人留下。不都是身外之物？哎呀，不是那干我们这行的，命不是自己的，可是身体是自己的。哎，我那有一个这么大的盒子，上边刻的藏经，里边装着2斤上等的虫草，你一定把它拿来。晚上睡觉前呢，用开水泡5根，早晨睁开眼睛，连虫草带水一块把它吃了。谢谢老站长。严春明同志隐蔽的地方有多远？不远，就在隔壁胡同。那能不能马上把他找来？好吧。小王，守好电台，一旦有新的电文，如果密码对不上，立刻直接交给我。是。部长，重要新电文。马上翻译。是。报告。部长，您看是不是这本书？没错，就是这本。你去吧。是。报告部长，这份电文多数密码译不出来。把能翻译的先翻译出来，译不出来的保留密码。是。
孔雀东南飞。人物行动：彻查民调会贪腐案，准备推行币制改革，组建方梦敖飞行大队，执行空运。核心成员：方梦敖，代号焦仲卿；梁经纶，代号刘兰芝。保密局北平站任务：严密监视接触焦仲卿、刘兰芝所有人员，发现共产党，立即秘密逮捕、检封。发2份电报。是。第1份呈中央城工部，我直接口述。是。指示收悉，任务明白，请放心。刘云。是。你复述一遍。指示收悉，任务明白，请放心。刘云。第2份发给北平2号。哎呀，又不是算八字，甭想了，这想出来的又不准确。我去找书吧。啊，我想我是想出来了，是什么内容？写出来看看。肯定是那几个字，可是是什么内容，我不理解。没关系，你先写下来，我们一块儿理解。写吧，写错了也没关系。好。孔雀东南飞。那这2道题是什么意思？焦仲卿、刘兰芝。连志明同志，为什么是这几个答案？您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？啊，好。那张0040，我原来以为呢是第40页，可是我一想，第40页的内容，语句不通。那时候我就想起来了，《玉台新咏》卷1里边收集了
40首诗。第40首诗里边的内容，我一想，通了。第40首诗的诗名，通常我们叫做《孔雀东南飞》。可我记得玉台新咏上印的是古诗无名人为焦仲卿7作。岳印同志很学问呐。玉台新咏卷1第40首，第1行是标题，就是岳印同志说的“古诗无名人为焦仲卿7作”。第2行、第3行是为这首诗做的序言。那么0004指的应该是第4行，下面的0001至0005指的是呢第4行的第1个字到第5个字，也就是说，这首诗的第1句“孔雀东南飞”不会有错了。第1道试卷的标题就是“孔雀东南飞”。至于这2个答案，还是不用解释了，我相信就是焦仲卿和刘兰芝。老刘同志，您也会这首诗？我会什么诗？我看过这出京戏，姜妙香和陈砚秋演的。男角就叫焦仲卿，女角就叫刘兰芝。反封建的，戏是好戏。是。老刘同志刚才说的对，我们共产党人不是八子先生。之前我坚持要把严春明同志请来，那是我确信严春明同志可以破译这份密码。严春明同志前年在南开大学讲解古乐府诗的时候，有一次讲的就是玉台新咏。当时他没有带任何书籍，却每一首诗都能够背出来。岳印同志在南开听过我的课，一半是为了工作，一半是为了学习。可惜啊，我只能做一个旁听生。您的课太受欢迎了，连窗外都站满了人，其中有一个就是我。岳印同志，我提议让春明同志就在这里厢房休息，接下来理解上级的指示，缺不了他。大知识分子就是大知识分子。好，我同意。我服从组织安排。小心啊！走。小王，在。立刻回电华北成工部。是。指示收悉，任务明白，立刻执行，保证完成。你们俩在这等一下。还有几分钟就扫完了。我给过你们时间了。那就不扫了。我代表国防部调查组，需要调查中央银行北平分行的行长方步听。行长昨晚出去了，所有的账都在我这里，查账还是审问，我代表北平分行，接受国防部调查组的一切调查。你代表不了北平分行，
也不需要你去代表。打个电话吧，把行长叫回来。我也不知道行长现在在哪里。他把账撂下了，自己跑了？这没有什么跑不跑的。昨晚行长和夫人带着东西去看崔副主任的家人了。查账吧。行长，开门了。哦，那小李，去打水吧。哎呀，哎呀。你先刷吧，我留半缸水就可以了。
谁啊？都打印完了啊，都打完了。先生先审看一下。如需即交财政部王云武部长。10点钟有一趟飞往南京的飞机。10点的飞机只怕赶不上了。知道楼下谁来了？是方毛。关心这个报告的是中央银行。方不停来了。那先生见不见他？方不停是摸底来了，钞票是中央银行印的，中央银行不点头，财政部想推行新币制，也就是一纸空文。哎，你已经2天2夜没睡了，去睡一觉。叫方不停在底下等等我，我把这新打印完的方案再看一下。别裁了，我就这样看。是。哎，你先吃点东西，去睡觉。先生，关系到北平100万民众和很多城市无数民众的民生，这个方案最好还是赶在10点之前的飞机递交南京。中央银行如果撤走，先生不妨叫财政部复制一份，交斯图雷登大使。我知道。你去吃点东西，先去睡吧。去。好啊。先生，如需急送，随时叫我。去呀。方行长，早。梁先生早。姑父，木兰也不在家吗？跟我吵了嘴，搬萧玉家住了2天了。时局变了，我们这些人都不会做父亲了。是不配。配做父亲的人已经死了。您刚才说昨天晚上你们去看了崔副主任的孩子，伯钦和平阳问起爸爸了吧？你们怎么跟孩子说的？告诉他们，崔副主任去美国了。不实！我无法回答你这个问题，我可以回答崔副主任留下的每一笔账。我不要你来回答，打电话叫你们行长回来。孟敖，不管怎么说，他毕竟是你父亲。何况这里边很多事情你并不知道。
儿子来逼自己的父亲。我代表国防部调查组，请你打电话，叫方步亭行长立刻回来，接受调查。给我半个小时，容我先向你介绍一下大概情况，行长回来你也好知道怎么问。我给你半个小时。哟，小云也来了。何校长，何伯伯，你现在是得多撑着点步亭。我主要是来看看您。哎，步亭呢？方叔叔听说您在看方案，和梁先生去小屋说话了，我去请他过来。不，让他们接着谈，你们接着做吧，我也再去多争取点时间啊。做完早餐再叫。庚子赔款以来啊，去美国留学的不少，成才的不多。梁教授是难得的翘楚。比起我的先生跟方行长，我们要学习的太多了。梁教授不必太谦虚。木兰就多次跟我提起过，说在经济学方面，你就强过我甚多。木兰能做你的学生，她很幸运。几千年的帝制是推翻了，却很难推翻封建的落后思想。尤其是我们这一辈，生于光绪年间，青年时拖着辫子从农村走向城市，后来剪掉辫子，又从中国走向国外，看到人家工业那么发达，回来以后还是想过旧时的生活。中国必须发展工业，发展经济，走向民主。靠我们这一辈是不行了，只能寄希望于我们的后来人。你们算一代，到了木兰、孝育他们就会更好，都是先进青年。梁教授，你不觉得这些女学生都很可爱吗？是很可爱。谈一个私人话题，如果是自由恋爱，你更喜欢木兰还是小玉？我问的是不是有些唐突了？我不明白方行长为什么会突然问这么一个问题。因为今天我和何校长会谈到这个话题。时局再乱，儿女的婚嫁依然是个大事。我们家木兰仰慕你也不是1天2天了。到了这个时候，梁教授应该给女孩有一个明确的态度。我和何教授也正好有过商量。爸爸，梁先生，何伯伯请你们吃早餐了。知道了。刚才我们说的是一个私人话题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话题。何校长在帮助政府论证币制改革，你对西方经济观念理解的应该更为透彻。提醒何校长，按照经济规律分析币制改革到底可不可行，责无旁贷呀。方行长不耻下问，这么早就跟我谈了2个话题，我到现在还是不明白，这2个话题到底哪一个与我有关？2个话题其实是一个话题。长官，柯达同志也刚回来不久，你们再等会儿吧。
是。进来。长官，吃早点了。他们来了吗？来了，在外边呢。这是您要的新月派诗集，这是刚抄好《孔雀东南飞》的诗。叫他们进来吧。长官，您先把饭吃完嘛。是。你们进来吧。将军。给。吃吧。是。梁教授现在在什么地方？报告将军，梁教授一直在何副校长家。另外天刚亮，方不停又去了何副校长家，现在也在。那梁教授有没有说他什么时候能离开？将军，按照您的指示，我们不能跟梁教授有任何的接触。继续监视，有情况随时报告。是。去吧。只能打电话了，是吗？应该是。方叔叔，您还没吃呢。先吃吧，何校长还在楼上等你呢。梁教授这样的国家人才，竟然连顿饱饭都不可得，我们这些人失职啊！木兰，把我这份早餐给梁教授端过去。不吃，你也应该先接过来呀。对不起，我刚才走神了，在想一个问题。方行长刚才说什么？你们收拾吧，我该上楼去了。我去接。还是关于那份报告的问题。昨天半夜，我们校长定下了新的主题，明确了具体的要求。电话里一句半句是说不清楚了。
我现在急需您过来看看这份报告。那可能要到10点以后了。10点前，我们何校长有一个重要的方案要赶送去南京的飞机，我必须得帮忙处理好。一直到9点接方案的汽车来。那好，那就11点前，请你务必赶到，务必。好。可以接电话吗？当然。就在这里接。北平分行，请问哪位？这么早，打扰了。我们是中国银行北平分理处，有一笔账想请问你们央行。请问，您是方行长，还是谢乡里？现在方不方便？方便。方便，请说吧。我们董事会昨晚得到消息，南京方面正在查一笔呆账，这是一笔由古诗为代号的呆账。我们必须立刻明白，这是一笔什么样的呆账，然后立刻向总行报告，请谢乡里立刻和南京方面派来的那个人取得联系，问一问他，知不知道南京方面会如何处理这笔呆账，由谁来处理？要我做什么？请谢乡里将关于他个人以前的那些账的来龙去脉，跟他说清楚，说彻底，不要再有任何隐瞒，要让他相信，关于他的那些账，我们都承认，也要让他明白，账要还，所有的账都要还。现在是该向那些人算总账的时候了。谢乡里，不知道我将董事会的意见传达得清楚不清楚？非常清楚。南京派来的人就在我身边，现在办公室里就我们2个人，整栋楼里也只有我们2个人。我知道该怎么说。请问还有什么要求需要向他了解？很好，让他相信你，让他相信我们，并请他将南京方面最近派给他的任务给我们透个底。今天上午，我们必须向总行报告。方大队长，你要查的账这里没有，我带你去，所有的账我都明明白白告诉你。
去哪里？院子里那片竹林。好。一部24史，真不知从何说起啊！您把我叫到这里来，不会也要给我讲历史吧？还有谁跟你说过历史？我在代表国防部调查组调查北平分行的账，不是来听您给我讲历史。任何事情都有前因后果，都有历史。好，您坐下，我听。纷纭如烟的竹林，纷纭如烟的往事扑面而来。望着坐下的姑父，方梦敖预感到困扰痛苦自己多年的谜底正在破解。你现在最想知道什么？北平分行的账，北平民调会的账，还有崔中实的死。最想知道的是，崔中实是不是共产党？你自己方梦敖是不是共产党？请你站起来，站起来。请到我这里来。请说下去。好。我明确告诉你，崔中实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党员。说下去。方梦敖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党员。沉默什么？说下去。我是1938年在上海发展了崔中实同志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姑父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加入的中国共产党党员。还有你姑妈，也是1927年加入的中国共产党党员。不要去打扰你大爸和何校长。梁先生和校玉是在说正事，你过来陪我说说话吧。好。队长，队长，你们两个守住大门，任何人不能进来。是是。
姑妈，姑妈牺牲之后，你就带着木兰来找我爸了。我记得您跟我说过，姑妈是病死在路上。上级让你来找我爸的。我在等那时候的地下组织，很多人都牺牲了，其他的人都走散了，我一时和组织失去了联系，这才抱着莫兰来到你家。1年之后，组织上派人来了，传达了上级指示，让我留在你爸身边，了解国民党的经济情况。我爸知道您的身份，我爸那么厉害，10多年都不知道您的身份。中央银行的人都是搞经济的，他们和国民党其他部门搞政治的还有所不同，包括你爹，都不想太掺和国民党的政治。可政治和经济从来就是分不开的。好在这期间经历了8年抗战，国共合作。我的工作呢，主要就是配合你爸为抗战筹款。后来国民党发动了内战，我和钟石同志才开始秘密工作，从国民党的经济了解他们的政治、军事。这期间大量的工作都是钟石同志在做，他在前面替我挡着，我在后面替他把着。可最后怀疑还是落在了他一个人身上。是您让崔叔去航校发展的我。是。利用我和孟伟的感情，每次都让孟伟叫崔叔去航校看我。是。所以我爸就不会怀疑您。是。为了不暴露你自己，这么说吧，为了不暴露组织，你们决定让崔叔去牺牲。不是。你们是看着他死的，从他被抓到被杀，你和我爸都知道。而且你们去过警察局，你们一离开，崔叔就被杀了。我想知道实情，是你们没有办法救他，还是你们决定让他去死？孟浩，事情不是像你想的这样。组织上拟定了详细的营救方案，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，在钟石同志去上海的火车上组织营救，可是出现了突发事件。徐铁英到了火车站，把钟石同志带回了警察局。组织上冒着我被暴露的风险，和我接头，让我劝说你爸出面，去营救钟石同志。你爸为了你，为了孟伟和你们崔叔之间的感情，答应了救钟石同志。他一手拿着钱，一手攥着徐铁英的把柄跟他谈判。这一点我可以证实，最后的交易是在我和徐铁英之间完成。徐铁英答应不杀崔钟石，可最后钟石同志还是被杀了。这期间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？你最近一直在追查，应该比组织上了解的更多。组织上也希望听听你了解的情况。
他现在在哪儿？在何副校长家里。不听啊？你跟我说清楚，你们中央银行究竟是希望我这个方案是赞成废除旧法币，还是要论证币制不能改革？中央银行不是我们的，我们也没有谁能左右中央银行。你我都是学金融经济的，可不是办商务印书馆出身的王云武，他不懂，你我应该懂啊。政府的财政赤字都已经到了40万亿了，没有储备金，没有物资，光靠印些新纸币就能挽救业已崩溃的经济？现在还谈什么经济？中华民国的经济谁能懂啊？只占不到10%的城市经济，却多数掌握在几个人手里。这么庞大的政府，庞大的军队，还要打内战，那些官僚资本家谁肯拿出1分钱来？没钱就印钞票。你管着平津地区的金融，你不知道？这大学教授都在饿肚子，何况那些市井小民？我们在美国学过这样的经济吗？写这个方案，我觉得实在丢人。这正是我来找您的本意呀。币制改革说白了，就是军事管制经济，这谁也拦不住。南京方面最关心的是上海。齐藏兄啊，你能不能给北平和天津多争取一点美国人的援助啊？多争取一些物资配给。毕竟这文化精英多处是在北平，学生闹事最厉害的也是在北平。75事件你知道，南京政府下不了台，就用新的一派打压老的一派，打不动，让我的儿子孟敖来打我，我算个什么呀？无非就是个1等分行的经理罢了。我倒了，换个人来北平分行会更乱。吃亏的还是北平、天津的民众。10点有一班飞南京的飞机，我这个方案本想今天送财政部，算了，咱们干脆不送了。你既然来了，就在这儿耽误1天，帮我一起修修改改这个方案。好。哎，你那个儿子孟敖，我见了几次，还深谈了1次。我知道你这个父亲不好当，一有机会，我帮你开导开导他。今天呢，咱不谈这个，就好好的改这个方案。好，太好了。好，小玉，行长，校长是在叫孝玉吗？对，叫孝玉上来。那就不要叫孝玉了，叫梁经纶上来。我告诉他，这个方案今天不送了。小妈，我去吧。这个是组织的决定，不给你派任何任务，也不能让你更深的理解什么是共产主义。原因只有一个，让国民党不怀疑你。你们怎么知道我当时会同意加入？因为这是你追求的理想，因为你爱中国。国民党里就没有爱中国的？有，但更多的人只是为了荣身废家。你知道国民党救不了中国，所以你们派了崔叔一个这样既清贫又忠厚的人来发展。共产党都清贫，你说的忠厚也没有错。更准确的评价，忠实同志在我党内属于毛主席说的那种纯粹的人、高尚的人。
我爸昨晚去崔叔家，提起他的时候，我爸怎么说？和你的看法一样。忠厚，不只是作业。当他听到钟氏被害的死讯后，多少次在跟我念叨遗憾。遗憾他是共产党。你爸遗憾什么已经无关紧要了。想不想知道你崔叔的遗憾？他从来没有见过周恩来。我当时就知道，崔叔为什么说自己不是共产党。他知道自己死后，你会向那些人讨要说法，否认了跟组织这种关系。你和你崔叔之间剩下的，只是纯粹的感情关系。你对那些人不依不饶，才像你的为人。从你崔叔发展你那天，直到他牺牲，他一直在履行保护你的责任。既然崔叔这样用自己的命来保护我，为什么组织还要派肖玉这样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女孩来和我接头？她背后为什么还有个学莲？她到底什么身份？那个梁经纶又是什么身份？Morning， 苏菲。Morning。清华的曾教授来了，说是跟你约好的，他在楼上等你。谢谢。曾教授，等久了。梁先生辛苦了，请坐吧。剑锋同志的行动计划。我今天给你交个实底，希望你有心理准备。我在听。梁经纶，第一重身份是燕大教授，第二重身份是我党在北平地下党学委的地下党员。可这都不是他的真实身份。他是国民党铁血救国会的核心成员。肖玉知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？到目前为止，肖玉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。这么做是让何肖玉在感情上没有负担，还是让梁经纶不至于怀疑上他？崔叔都已经为我牺牲了，您为什么还躲在背后，让一个毫无经验的何肖玉来跟我接头？孟敖，我在党内的作用真的没有那么大，关键是重用你的这个人太重要了。请讲。他今年不过38岁，从同盟会元老到黄埔一期的人，都称他为经国先生。他的部下一律称他为剑锋同志。在共产党内，对他的看法也很复杂。这不光因为他是蒋介石长子的原因。这位剑锋同志15岁，就经我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先生介绍去了苏联，在那里参加了共产国际12年的复杂斗争。1937年回国，
又经历了11年国共两党的抗战和对立内战，对我党的性质和目标、政策和策略认识之深入，不是你能想象的。今年4月，他组建了铁血救国会，他已经认识到国民党政权面临崩溃的边缘，所以他提出了一手坚决反共，一手坚决反腐，一次革命两面作战。但是万万没有想到，他会突然亲自介入，大胆启用，用共产党的特别党员来反对国民党的贪腐。你率领飞行大队来到北平，不光是钟石同志和我万万没有预料到，上级组织也万万没有预料到，他的这种两面作战，给党的组织出了一道很大的难题呀。告诉你个事实，希望你冷静。请讲。最早发现钟石同志是共产党的，不是国民党铁血救国会，是你爹。是他向曾可察告发崔叔的。不是，期间太复杂，我不能一一跟你说明。但有一点是钟石同志必须牺牲的原因，就是铁血救国会必须切断你和钟石同志之间的单线联系。之后，好让梁经纶以我党学委的身份，派何孝玉监视你、试探你。那下面组织决定让谁来跟我接头？现在轮到我了。那个梁金伦呢？还有那个什么学委，他们会不会继续让何孝玉来接触我，甚至是发展我？梁经纶派何孝玉接触，只是试探和监视。据我们的分析，铁血救国会大胆启用，是看中了你对国民党贪腐的深恶痛绝，利用你跟你父亲矛盾的特殊关系，在北平分行逼迫那些反对币制改革的人就范，让你为他们即将推行的币制改革充当工具。要达到这个目的，他们必须切断你跟党组织的联系。当然了，他们还会去让何孝玉，甚至是让梁经纶亲自和你接触，试探你的政治态度，监视组织是否和你秘密接头。从今以后，组织上不会再布置何孝玉跟你接头了。但有一点，你一定要记住，在跟孝玉接触时，不能丝毫流露出梁经纶的真实身份，否则何孝玉同志就有暴露的危险。方梦敖这一次是真正沉默了，以往或动若脱兔，或静若处子，可无论一言一行，无不真实，无不发自内心。而现在的沉默，意味着他今后可能要一反平生所为，不能再那样真实的活着。查长，替国防部调查组查账。侦查还是假查？有的时候他们会让你侦查，有的时候会让你假查。他们知道，我从来不干弄虚作假的事情。他们还知道你不懂经济，账面上的假你查不出，账面后的假你更查不出来。组织上的态度呢？希望我侦查还是假查？组织上当然有态度，到一定的时候该怎么配合，我会配合你。孟敖，这就是组织上派我跟你接触的重要原因。据我们在南京的情报了解到，他们策划了一个行动方案，这个方案牵涉到你目前的查账。组织上希望通过你了解情况，进一步分析他们的下面目的和行动。
几年了，这也算是组织上第一次给你布置任务吧。我知道的，告诉你就是，这不算什么任务。那就不当任务。他们这个行动方案是用一首古诗作为代号，你知不知道？知道，叫孔雀东南飞。行动的代号和具体执行人你知不知道？代号是焦仲卿和刘兰芝。曾可达昨天晚上告诉我的，焦仲卿就是我。刘兰芝呢？没告诉我。那你不要主动向曾可达打听。焦仲卿的任务是什么？恢复北平青年航空大队的飞行编制，成立特别飞行大队，配合新发行的币制改革，为北平运输紧急物资。我能不能问一下，我要不要为他们的什么币制改革运输紧急物资？给我1天时间，等我请示了上级，明确答复。哪个上级？我希望这个上级是周副主席。让你们去船上。是。张旅，我们继续查账吧。现在看来，建峰同志的用人之道，我以前理解的是太浅了。他那一个诚字，足可以直追曾文正公，也只有这样，才足以跟中共争取人心。昨晚我向方梦敖传达建峰同志的思想，效果就很好。方梦敖曾经是不是共产党，已无关紧要。他现在就是焦仲卿。那刘兰芝跟焦仲卿是什么关系？2个人在一起怎么工作？我想听听建峰同志的直接指示。建峰同志当然有明确指示，但昨晚通话，建峰同志让我先向你转达他对你的评价。坐吧。都是同志，我们心里有那份尊敬就可以了。要充分理解梁经纶同志工作的艰巨和重要，他对一次革命2面作战所担负的重任，所做出的贡献，是任何人无法替代的。我对他的评价是8个字：财大心细，明善沉深。长期受困于建峰同志秘密组织成员和中共北平学委地下党员2重身份之间，信仰和理想已经虚无缥缈。最大的缠绕是到头来2边都猜疑他，最后的结果是谁对他都不信任。现在听到这8个字的评价，梁经纶心中真正感动了。来的时候，建峰同志让我给你带句话。建峰同志说，如果我们党内有100个梁经纶同志这样的人才，国民革命成功有望。可眼下的时局，就算有1万个梁经纶，也起不到什么作用。为了这8个字的评价，我向建峰同志请教。建峰同志说，你不只是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，你还精通国文，知道出典。前4个字是曾国藩在向朝廷推荐李鸿章时的评语，后4个字
是朱熹对儒家修身所做的最高评价。金伦同志，请坐下。就请葛大同志找高剑锋同志。对于他的信任，我十分感激。既然这次任务的代号是“孔雀东南飞”，那结果自然是刘兰芝举身赴清池，焦仲卿自挂东南枝了。只要有捕鱼戡乱救国大局于万一，金轮愿死而后已。恰恰相反，剑锋同志用这个行动代号，是决心不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。他受命于危难之际，总统要在全国前方战场和共产党展开决战，后方整顿经济的重任都委托给剑锋同志。孔雀东南飞，重大部署中的关键行动，从平津撕开口子，打击贪腐，整肃经济，震慑他们在上海和南京那些腐化的上层，为在上海及5大城市推行币制改革扫清阻碍。举身赴清池，自挂东南枝是他们，而不是我们。你和方孟敖的联手尤为重要，方式仍然不变，通过何孝玉与他接触，但任务的性质调整。再也不要提你那个共产党学委的背景，也不要再去发展方孟敖加入共产党。当然，更不能暴露你在我们组织内的真实身份。哼，孝义这孩子真是不错呀，像他妈，难得的好孩子啊。哎，打了半天了，歇歇，歇会儿。好，那打几句闲话，英文翻译的中国古词。考考你，好啊，看你知不知道它的出处啊？骑上马，追赶少年的时光，追到今天，一切都变了模样。春风吹绿了原野，吹白了我们的胡须，我们还能干什么呢？把10000个字的理想送给庄园主，让他去种自己的书吧。这个好像是辛弃疾的《鹧鸪天》吧？对，原词有客慨然谈功名，因追念少年时事细作，这是序文。对。追往事，叹今无，春风不染白髭须，却将万字平戎策，换得东家种树书。哼，你偷换了概念。这最后一句明明说的是换一本东家种树的书，就把它改成了让东家自己种树。我上去看看。别去。沈孟敖来了，他是来找我的。我下去吧。来，自己种的果子总得自己吃啊。你坐，让他上来。方案要紧，不能让他来烦你。方案有什么要紧？我喜欢他烦。你坐下。小妈在这里，我爸也在这里。你爸的车就在门口，你应该看见的。我看见了。
我能进去吗？如果是代表什么国防部调查组，能不能改天再来？我们家有客人。我就代表我自己。干嘛弄得这么紧张兮兮的？大哥，快进来吧。好。不要上楼吵我爸，他身体不好，也不喜欢你。壮岁旌旗拥万夫，锦衫突骑渡江出，是那首诗的开头2句。烟兵夜绰银葫芦，汉剑招飞金仆姑。当今的辛弃疾要来抓张安国了。好啊，那我就要靠你替我挡箭喽。你不是张安国，我更不是禁军，等他上来再说。你们听见了吗？何伯伯好像背的是辛弃疾的词。小马，你古文好，告诉我们，何伯伯背的是哪首词？我没听见，我真的没听见。小的时候，家里逼着我背辛弃疾，后来全忘了，只记住了几句。哪几句？背出来听听。少年不识愁滋味，爱上层楼。爱上层楼。下面那一句我记不得了，只记得好像是什么“为赋新诗”。是为赋新词。没有问你。是为赋新诗强说愁，别人都是错的，你都是对的，满意了吧？满意了就请出去吧。今后再要调查什么，请不要再到我家来了。好，我出去。送送我总应该吧？好，我出去。送送我总应该吧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跟我出去，有话要问你。假装不愿意，跟我走就是了。这个逆子！干什么去了？要找我就找我，要查账就查账，不能让他把萧玉给牵进去。你追得上他那个车吗？你不明白，我那个儿子是跟着美国兵混着长大的，真要做了对不起萧玉的事儿，你我何以自处啊？什么何以自处啊？这什么意思？怎么讲？哎呀，你不知道啊！哎，你不知道你儿子，我还知道我女儿。你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什么事情都喜欢搞得那么复杂，晚辈的事、青年的事，不要去管，不要去管。喂。哦。行长，姑父从家里来的电话。行长，你听我说，
稽查大队的2个长官正在这里查账，很多话我跟他们说不明白。孟敖要是在你那里，让他立刻赶过来。行长，这样不行啊！怎么能让孟敖把萧玉也牵连进来呢？萧玉是学联的人，再闹出学潮来就无法收拾了。行长，赶紧派你的车叫上何校长出去找。你怎么也得把萧玉给找回来呀！行长。谢谢。长官，再过去几十公里就是共军的部队了，很危险，请长官返回。我就是去视察前沿阵地的，把栏杆打开。请问长官，这位小姐？中央日报的，要报道前方战事。长官，能不能等我5分钟？可以，5分钟之后，不管你的那个什么上面同意还是不同意，我都要过去。是。赶紧的配合，也可以擦把脸。我下车抽支烟。长官，请。放行。徐铁营昨夜去抓马汉山，自己的秘书反被抓了，铩羽回来。便向南京党通局郭局长诉苦，却反被骂了一顿。接着，他便骂退了所有来报公事或来讨好的人，打开卫生间里的水龙头冲到天亮，就坐在椅子上睡着，只想睡到这个党国倒台为止。局长。局长，出去。局长，出去。陈总司令说，要是再不接他的电话，就改组北平警察局。你去给他回话。北平警察局早就解散了。陈总司令要是骂我，我拿什么理由回他？就说北平已经由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全面接管了。他陈总司令要是有事可以找曾克达去，或者干脆叫那个方某来当这个局长。局长。陈总司令说，那个方某敖开着军车出了西南防线，往共军方向去了。他打电话就是和您商量到底怎么抓他。
你马上去回话，就说我昨天晚上安眠药吃多了，是你把我推醒的，我正在用冷水浇头，请他马上把电话打过来。是。是西南方向，现在已过外城防线。是。过了卢沟桥再往前就是涿州防线了。是。与共军的交灼地带。对。还有很远距离。是。我也不相信方某去那里和共产党接什么头。是。我担心的是他车上那个何孝玉，他的身后是不是有共产党学委的背景？需不需要我通知涿州防线我们的人堵住他们，进行秘密调查？然后，是，我不插手这件事情的处理。建峰同志，这就给可达同志去电话。是，给曾督察去电话。就说陈继生在追问，由他处理，随时向你汇报。卢沟桥吗？是啊。有一辆国防部的吉普到你们那儿没有？已经放行了。谁让你们放行的？警备司令部。其性可诛。北平警察局吗？请你们方副局长接电话，我是国防部调查组的。方副局长不在。立刻联系，找到方副局长，马上通知我。算了，10分钟后我再打过来。喂，方副局长吗？哎，您好，请您稍等。替你找到了，您过来接一下吧。谢谢，谢谢。孟伟啊，谁啊？是我，姑爹。哦，姑爹。刚才是你大哥稽查队的长官帮我打的电话，他们在这查账呢。查账？对。他们凭什么查账？你听我说，孟伟啊，是这么回事。让他们等着，我马上过来。你别过来，别挂电话，孟伟。谢谢。这两位太照顾了我。局长好，局长好。你们自己向局长亲自报告吧。是，不要紧张，慢慢说。是，局座。开始是国防部调查组找方副局长，后来是北平分行找方副局长，我们已经联系上了。方副局长正在城外指挥那些埋饿死的人呢，这会儿估计已经跟北平分行通上话了。国防部调查组呢？他们说过10分钟之后打来，还有2分钟。单局长，你觉得该怎样给他们回话？什么国防部调查组？局长，您就是国防部调查组的人，有电话不打给您，打给我们值班室，越权指挥嘛。以后再有什么电话就说不在，明白吗？是。还是你亲自组织吗？你那块手表不错，注意时间，
是，局座。准备接电话吧。你他娘的是来逛窑子的，指纹还带块贵表。占了，占了。手表、怀表、打折起都给我收起来。哎。 找谁？国防部，这儿他妈哪是国防部？打错了。狗日的，还真他娘的坏啊！什么人都没见过。山军，您也累了，要不您也去休息会儿。不休息会儿吧？休息。又想打牌了是不是？山姐，山总，好嘞，山总，好的。谁给你们的权利来抄我的家？啊？谁给你们权利来抄我的家？ 孟伟查账呢，你别插言。你们队长呢？方副局长，配合查账是行长的吩咐，你赶紧去找你大哥。应该是行长来的电话。请问调查组，我们能接电话吗？北平分行有话请跟谢经理说。方副局长吗？我是曾可达。曾可达，你有父亲吗？有母亲吗？有没有兄弟姐妹？先回答我这几个问题，再说下面的话。好，我回答你。我有父亲，也有母亲，他们都在老家赣南，没有在政府谋职，他们不识字，都是农民，家里种着10几亩地。我还有一个大哥，分了家，也种着10几亩地。我每个月把自己一半的薪水寄给父母，贴补家用。方副局长。 我们可以继续下面的话题了吗？可以谈了，说吧。方副局长，到北平分行查账，不是个人行为，更不是针对哪一个人。这一点，从上一次建峰同志送给方行长那一套范大生先生的茶具，就足表心知。今天我找你，是因为你大哥开着车带着何小姐去了西南军事防线。你大哥的性格我们都了解。 谁都拦不住他，但这很危险，因为再往前就是共军的防线。本该我自己去，但我考虑，为了尊重你大哥，也尊重方行长和你，麻烦你开车跑一趟，沿着金石公路把你大哥找回来。请问，你刚才说我大哥去了哪个方向？找我大哥是我该做的事，不必客气。 我大哥怎么带着孝玉，开着车出了城，还出了西南防线，去了涿州方向？那太危险了。你们稽查大队能不能派几辆车呀？分头去找你们队长。你就是查账，也得等他来呀。不用他们去找。你们队长不在，查什么账啊？今后来这里查账，除非你们队长本人。走吧。是。大哥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是不是跟崔叔的事有关？不要猜想了，先将你大哥和孝义追回来再说吧。
曾可达还跟你说什么了？说，北平警备总司令部通知沿路放行，让我以警备司令部侦缉处的名义去追回来。这不摆明了是想让我大哥往共党那边走，栽赃他是共产党吗？那就赶紧去追吧。见了你大哥，什么都不要说，让他先把小玉送回家，马上到这儿来，我在这儿等他。一是会配合他，把明天配给粮从天津运来，接下来再配合他查账。知道了。小嫂，我是裴东。行长在楼上，我这就去喊他。不用叫行长，你转告他就行。孟伟亲自去找孟敖和小玉了。请行长还有何校长放心吧。我这就去告诉他们。还有，我马上要去催天津的粮食了，大约2个小时左右吧，我就回来。好的。顺便问一声，孟兰在你身边吗？他刚出去找梁先生了。姑父，姑父，我在听。要不我告诉何校长，让他通知梁先生回来，把木兰也叫回来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告诉行长，不要再怄气了，随时和孟伟联系。我挂了，小嫂。怎么会这样？您亲自跟他接头，方孟敖同志怎么就会突然离开？还带着何孝玉，越过了西南防线。是我工作有问题，我忽略了。他突然知道我是钟石同志的上级后，反感会如此强烈。崔钟石同志的牺牲，毕竟我有责任。组织上现在没有叫我们讨论崔钟石牺牲的责任，谢老。中央给华北城工部，还有我们北平下了死命令，6点前必须上报孔雀东南飞的详细行动计划。这个时候，只有方孟敖知道这个行动的内容，他就跑了，还拉着何孝玉，他到底要干什么？问题可能是我将梁金伦铁血救国会的真实身份告诉了他，却忽略了他，因此担心何孝玉的安全。他突然将何孝玉同志带出去，应该就是这个原因。情况比想象的更严重了。如果方孟敖把梁金伦的身份告诉何孝玉，那我们以后的工作就完全处于被动。要是方孟敖真的把何孝玉送到解放区，后果更不堪设想。只有等方孟伟将他们追回来了，接下来的工作我会想办法弥补。方孟伟能追上他们吗？万一追不上，陈锡成、徐铁英那帮人在涿州结合部抓住他们怎么办？铁血救国会还要利用方孟敖执行他们的孔雀东南飞计划。曾可达现在应该通过蒋经国向国民党方区的中央军打招呼了，应该能够拦住他们。这
真是敌我不分了。老刘同志，这是中央的部署，我们不要妄下结论。我建议立刻上报刘云同志，上报中央。这地方不错，会游泳吗？你带我到这儿来，就来游泳。你就说会不会吧。会，但我不游。我要是逼你下水呢？你不会。我会。最后一次见到崔叔的时候，是在后海。他告诉我他不会游水，但我还是把他逼到水里去了。1946年9月10日，农历8月15，中秋节，崔中实在杭州笕桥航校发展风毛袄，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48年8月1日，在北平后海，崔中实告诉方茂敖，他自己从来就不是什么共产党，因此方茂敖也从来就不是什么中国共产党。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要逼他下水了吧？你有表吗？没有。我的表那天晚上送崔叔。这是你数下脉搏，正常人脉搏是每分钟70下，你按70下算，帮我记下时间。你到底要干什么呀？在昆明的时候，我和美国飞虎队打赌，下水憋气。他们最厉害的，可以憋2分10秒，我可以憋2分半，一水175下。如果175下之后我还没上来，我就找崔叔去。报告。怎么了？刘云同志到华野司令部去开会了。
我提议，谢培东同志立刻坐北平分行的车沿京石公路去找到方宝以后，马上传达上级的指示，叫他去见曾可达，弄清楚孔雀东南飞的详细行动计划。我可以去找，能不能找到不说啊，就算是找到了，我个人建议，不要让方某直接向曾可达打探孔雀东南飞的详细情况。中央的指示不执行了？敌工部门有原则，我请求向中央解释。解释什么？我们发展的党员不听党的指挥了？任何特别党员都有特别任务，在中央命令执行特别任务之前，任何人不许向特别党员派遣任何任务。方茂就是周副主席指示发展的特别党员，国民党的铁血救国会现正不择手段地利用他，他的任何言行都将影响到中央的大局。你现在让他直接向曾可达打探情报，立刻会引起曾可达的怀疑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看见了。看见了。那瓶酒为什么不送给崔中实同志？他让我留着，等新中国成立那天再打开，一起喝。好好留着，等到那一天，我们一起拿着那瓶酒，去崔叔坟上敬他。我们是谁？除了我和你之外，还有谁？我现在只能告诉你，就是我和你。谢培东同志呢？他算不算？我不是强调困难，请岳印同志电告中央时说明一下。方梦敖是我和崔中实同志奉命发展的特别党员，中央有明确指示，不能让他参加组织生活，不能让他看党的文件，不给他派任何任务。他今天的任何行为，请组织予以理解，保留他特别党员的身份。原因很明确，前方战场，我们整天挨国民党飞机的轰炸。前不久，国民党飞机轰炸富平时，炸弹就落在了主席的门口。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像方梦敖这样的特别党员，我们需要空军。谢老，我现在就去亲自发报，请求华北城工部急送刘云同志，再由他将情况上报给中央。恋人关系，这也是组织的决定。我自己的要求。你怎么可以对组织提这样的要求？崔叔以前是代表我家里跟我联系的，你呢？你用什么身份跟我联系？我上回就跟你说了，我代表学联。学联不能跟我联系。你们那个梁经纶教授有问题。什么问题？
小资产阶级狂热。对不起，这是你谢叔叔跟我说的。他经常利用学委的身份，做过激行动，包括让你来争取我。你上次不愿意跟我接头，就是这个原因。个人原因，你想听吗？你说吧。我喜欢你。北平地下党派自己跟方梦敖单线联系，学联也派自己争取方梦敖的稽查大队。这一切都源于无可替代的青梅竹马，还有2家特殊的关系。现在，面对这个狼骑竹马来的方梦敖，何孝玉还没有看见翱翔在新中国上空的飞机，却已经尝到了青梅的味道。不要。从今天起，我们只能经常在一起了。我不光会去找梁教授谈，我还会去找何伯伯谈。我都没有答应你，你凭什么去跟他们谈？你会答应的。看到车里那瓶酒了吗？如果崔叔说的那天真的能到来的话，我会在那瓶酒后面加一行字：祝梦敖和孝玉白头到老，崔中士。你把衣服换一下吧，找咱们人来了。你以后说话能不能正经一些？你自己看，西北方向一辆吉普车。是孟伟的车。有指示了。中央的还是华北成工部的？都坐下吧，听传达。由我做口头传达。北平有些同志提出，让执行特别任务的特别党员向国民党某核心部门进行情报工作，这就是一种极其严重的错误行为。为此，我们提出严厉的批评。谢老，中央的指示与您有关，请您认真的听取传达。对于谢培东同志坚持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不能交叉，反对方梦敖进行情报工作，周副主席给予了充分的肯定。原定于6点以前让我们上报的情况，中央已经从南京方面全部搞清楚了。孔雀东南飞指的就是国民党币制改革在北平的行动代号，焦仲卿就是方梦敖同志，刘然之就是梁经纶。
情况还在失控。方孟伟已经找到了方孟敖和何孝玉，他们在去燕京大学的路上。去找梁经纶了。是不是那栋楼？你要干什么？梁经纶是不是在那里？大哥，送何小姐回家吧。你听这干嘛？莫伟，我是在帮你。是男子汉的话，到那里边去，把木兰带出来。要去你就去。本来那个梁经纶爱的是孝玉，又不是木兰。到底！我可以进来吗？大哥，大哥，梁先生。这是我大哥，梁先生知道是我大哥。木兰同学在我这里借书，方德队长，请进来吧。梁先生有大学问，你和孝玉要多向梁先生学习。是大哥。梁先生可能不知道，我那个当行长的父亲，从小最溺爱我的2个妹妹。813的时候，我最小的妹妹在上海遇难，我父亲更疼爱木兰。木兰如果任性的话，还请梁先生多教育。好孩子谁都喜欢，在学生里面，我也有些偏爱木兰。